看这个新闻好恐怖，房子里全是狗屎。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以前一直觉得对狗都是假的，但是发生了才影响才喜欢。漂亮小姑娘租房当全职宠物博主，光鲜亮丽的背后居然这样触目惊心。今天必须带上美的镜头。男同胞们，如果这是你们以后花10万彩礼娶的对象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发现他这里好多小水啊，这个是什么钱？100的，还挺大。果然，只要小姑娘都喜欢身上香香再出门，估计她朋友怎么也想不到，天天身上香香的小姑娘，家里会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样还有人说话吗？我一直以为养宠物的人会更勤快、更注意卫生，结果小姑娘的如此让我彻底改观。听房东说，租客是个住了3年的00后小姑娘，突然说不住了。原本房东觉得没什么，结果小姑娘转了500，直接拉黑的操作，让房东大感不妙。到现场一看，果然房子变垃圾场，说小姑娘没联系吧，人家还转了500，说有联系吧，这500也不够房东的损失啊。你以为房东遇到这事已经够倒霉了？还有更倒霉的，房东生气的把房子情况拍下来发了个视频，结果被网友追着骂是不是没退押金，故意诬陷租客，气得房东连忙找我们作证。经过我们仔细侦查，指定是打入后搬在地上的，发霉的污垢和这每个年半载是成不了心的。所以这房子的确是租客小姑娘住成这样的，咱们不认错一个坏人，同时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哈。哇，都发霉了！你说他不爱干净呢，他还知道把这个外卖啊吃的东西打包；你说他爱干净呢，他不知道这里丢都不丢。屋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垃圾，让我们感觉被烟入味了一样，难以想象小姑娘是怎么在这住下去的。想知道我们是怎么把这个房子救回来的吗？往下看，精彩的还在后头。床上的棉被枕头看着没什么，现场闻着很大股狗狗的体味，估计小姑娘平时舍不得狗狗睡在地上的垃圾堆里，都是让狗狗睡在床上吧。都说宠物学主人，这只狗狗的战斗力丝毫不比小姑娘差，乱拉乱尿，让我们打手难上加难。虽然说春雨是出了名的宠物友好同事，但不乖又不爱卫生的狗狗，我们也是不会喜欢的。我有个小小的建议，现在网上宠物博主的狗都很聪明，有取快递的，买菜的，要是小姑娘跟是狗狗学会做保洁就好了，估计很多人会喜欢，也解决了房屋卫生问题，两全其美，是不是？这一整袋的厕所纸，厕所满地用过的纸巾，小姑娘平时得穿高跟鞋才敢踩进来吧，不然糊一脚底，那得多难受呀！正在吃饭的朋友，听我一句劝，先放下筷子吧，厕所这味道是会传到屏幕的。专门瞒着老婆找我们来做个大全套保洁，这在我们四川后期有福利。所以前方卧室保洁容易引起疏失，请系好安全带。我们要发车了，把所有的衣服集中起来统一整理，根据季节将衣服分类整理收纳。柜子上的胶印去掉，一下子就干净了。客户极强的求生欲让他一直在旁边盯着我们，生怕一个不注意丢错了东西。这么大个房间，只有这一点垃圾。想做好收纳，记住这3个原则就行：分类原则，按物品用途分类；就近原则，就近收纳，方便拿取；28原则，长方分布2个，排列东西越少，空间就越直接。他还是太少了。那原来这么多年出来当小家庭的原则。
怪不得都说房间的风格影射了本人是什么样。第一个卧室传来散乱的烟头和酒瓶，发霉的床垫见证了大哥哥的潇洒，刚刚长时间没清理的床垫是出来的水波脏。第二个房间的大哥哥是个条款爱好者，喜欢这么多的人造品，我们组织打包了6大袋。婆媳关系距离产生的不一定是美，也可能是怨。厨房里油迹爬满了各个地方，相对于做好心理准备，他其实3个孩子的不行，导致每天心里充满太多事情，各种节奏，特色喜欢菜品，锅里的所有拿手的巧克力豆，所以看到好看，表面红色的油渍弄下来，整个茶壶岂不是美？厨房里的油我好像很喜欢捉迷藏，那晚一直看不见的有些事，现场炒出这么来的时候，那
需要帮衬的时候，却又不出钱又不出力。希望婆婆以后养老也能这么硬气，别找她。只能说婆婆不是吗？过分的期待后失望的落差感真的很难受。学会降低期待，学会一笑了之，放宽心的日子才会越过越舒心。相恋7年的女友却嫁给了相亲对象，7年的感情落得一地狼藉，小伙崩溃了。我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女人，长得怪女人啊！7年，我后面的生活就担心了。我是结婚去了，你相亲的不？对，我算是看出了。7年，2628天的恋爱，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。今天的客户小伙子有了一个谈了7年的女朋友，据他说，2个人虽然存不下来钱，但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然而打碎西服的起因是他发现了女生在瞒着他相亲，为了这事2个人大大小小吵了好几次架，终于在昨天彻底爆发，女生选择了分手，留下小伙子一个人在租的房子里发泄情绪。安抚好小伙之后，他说虽然房子是租的，但只要2个人在的地方就是家。结果他在计划着未来，女友却计划着离开。在小伙子口中的女友是个变心比变脸还快的物质女，以前也什么都没有。女生说在意的是他这个人，不是钱。结果现在嫌他穷了，找了个相亲对象，有车有房。小伙认为女生分手后肯定是去找相亲对象去了。小伙跟我们说，只知道物质的女人不配拥有充满爱的家庭。他很不服气的点是，女生凭什么觉得她现在没有，以后就一定也没有？他说他自己也笨，居然花了7年的时间才看破一个女人，穷只是借口，女生只想坐享其成而已。这些气话能看得出来，小伙子还没想明白女生为什么离开。对于这对小情侣，我和老公都觉得很可惜。他们度过的不是1年2年，而是7年。7年小日子一直好好的，最后还是败给了现实。说实话，陪一个男生长大也是一场豪赌。男生7年里习惯了瞧得见的生活，习惯了女生的陪伴和照顾，只看到了一时的幸福，却瞧不见未来。女生的离开不是土洋，而是天天长织下来的决定。希望小伙也不要气馁，现在应该还有挽回的
的功劳，加上婆婆这些天的胡搅蛮缠，她更加坚定不想给这笔钱，谁打小报告也没用。床垫这么脏，我们用干洗剂就能把它搞定。整点布艺清洗剂给买了几年没洗的沙发洗个手吧，快跟扶着在坐垫上的污渍们说再见，他们马上要被清洗剂带走去远航了。地毯上的污渍倒霉了，今天碰上的是保洁人手。老公说我们与脏污不共戴天，没有哪一个污渍能投资台。整个过程有没有很舒适？女主人条款要是写本婆婆的心眼子合集，光是记得的事情她都能写几百页不突破。女主人说她现在的态度就是婆婆什么脸色她就什么脸色，让她知道自己不好惹。还想劝两句的我们听了女主人的话都摇头，这到底是婆婆还是冤家？看看我们今天的成果吧，都说婆媳关系不容易，需要1分钱要2分责任3分距离，但这不光是对媳妇的要求，更是对婆婆的要求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相互的，你说对吧？我在屋头在玩玩，他说我们这不都是免费的？我需要上班了，他们敢开工资，你说好愚蠢啊！钱转完了，还没收呀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你能想象38岁女客户不结婚不谈恋爱的蜗居生活是什么样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一直不去找工作，关键是他不谈恋爱，整天就窝到这个出租房里，我都气死了，他都成老姑娘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今天的客户是位快70岁的阿姨，专门找我们来给她独居女儿打扫房子。一进门真的太热闹了，合租的可爱小肥虫们热情打了招呼，我们再不动手就显得不礼貌了。他这个地上好像有污渍了，这些油给走了，只能用我们这个油来清洗一下。他们地板清洁剂都打不出去了。乱糟糟的客厅大概就是自由过了火的样子吧。阿姨觉得房子乱不算什么，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她焦头烂额的原因，让她操碎了心。她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女儿能今年结婚，明年是完，3年报年。我和老公在旁边听着大气的不敢住，这人生规划也太快了。哎，这衣服不用得了，都是脏衣服，等一会儿我打包干拿回去洗。哦，好，要得。38岁的单身人生要不要做上长辈安排的昨天急速往前冲呢？阿姨讲自己结婚以后的所有精力都放在照顾孩子身上，女儿从小都是要什么给什么，现在女儿的情况要她过得不同规划些。阿姨特意叮嘱过她女儿平时习惯丢三落四，让我们务必把杂物装好，为了避免丢错，老公细心的从垃圾里把杂物挑炼出来，再归类放在收纳盒里。门口的桌子进出容易磕碰，我们自作主张的挪到了窗边，真是厨房不当，创造脏污神话。看到没有，南方的小强都这么大。像这种等级的油污，一般的洗衣精根本解决不了，只能用我们的油污清洗啦。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样的厨房，我们有点欣慰，好歹平时会自己做饭，不至于天天啃面包吃外卖。灶台和油烟机的后油衣，鹅蛋大写的小钱出来历史的打花了，不过在我们手上，那还不得洗得锃亮。灶台旁边被油污附身的洗衣机洗个澡干净多了，这下女主人也能自己在家洗衣服了。家里上的洗衣液都没开封，连外包装上都有黄色的油渍。整理卧室的时候，老公感慨没有一个卧室桌椅可以逃过换衣服的命运。我们把阿姨女儿的衣服按照季节分开叠放，春秋装和冬装用收纳箱装起来，要穿的夏装挂起来方便拿取。我们还是送他一点鲜花，也祝他有一个好心情。阿姨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迟暮之年母亲对女儿深深的爱，而她的担忧也是现在很多父母头疼的，因为好多人被网络上的不孕不婚、轻松一生言论看花了眼，把婚姻说成洪水猛兽。但婚姻并不是什么深坑，它有苦有笑，有酸也有甜，它能在你最虚弱的时候给予支撑，也能在你难过伤慰。希望每个人找到一段良缘，结束一个人的孤单。小雷子，可以不爱，但请别伤害。今天做果子又讲到了被遗弃的宠物，难道说足够
家养的猫猫狗狗被丢弃后是没有生存